外国人对中国的属相不了解，能扯出多少乐子，你都想不到。我的婆婆温迪65年生人，属蛇，但她自己不知道，她一直以为属相这个东西吧是自选的，所以在来中国之前，她一直认为自己应该是属龙。直到去年第一次来中国，非常开心跟我说她属龙，我心里一算不对，我说温迪我爱你，你先冷静一下，你先坐下，有个事儿呢，我不能再瞒着你了。你属蛇。温迪听完之后疯了，谁属蛇呀？你才属蛇呢，谁定的这事儿啊？我说没事儿，温迪，人有人管蛇叫小龙，也都差不多。温迪说你拉倒吧，那李小龙咋不叫李蛇呢？李蛇呢？温迪还没等接受自己属蛇这个残酷的现实呢，又被我妈给吓着了。见着我妈说温迪你属啥呀？温迪说他们都说我属蛇。我妈说啊，那你今年58，挺年轻啊。我婆婆当时惊呆了，就她完全不懂我妈是怎么在得知她属相的下一秒就算出了她的芳龄的。她以为我妈是一个什么萨满巫师搁这算命呢，还试探了一下我妈说那旁边那个吹唢呐这个男士你属啥？吹唢呐的人说我也属蛇。温迪问我妈那他多大？我妈说他那46呗。温迪后背一身冷汗呢，就拉着我说他是怎么知道一只蛇和另一只蛇之间差12岁的？哎，你妈有这种神算别人年龄的特异功能，你平时不往出炫耀吗？我说是，你也谦虚点，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不告诉你。温迪回到加拿大，就向她的老公布莱恩宣布了这个噩耗。她原来不属龙，她属蛇。布莱恩也很震惊，说：“那我一直以为我属虎呢。那要这么说，我也不属虎呗。”温迪说：“哎呀妈呀，那要这么说可不是咋的？”结果俩人一查，布莱恩属鼠。温迪说：“完了，你这还不如我呢。”我说：“你俩是真有意思，本来应该是龙虎双雄，结果闹了个蛇鼠一窝，蛇鼠一窝。你说这扯不扯？”温迪就一直非常纠结属相这个事儿。她的好姐妹乃奥米来她家看她，还问人家属啥，人乃奥米说：“我属猪。”温迪还安慰人家说：“别上火，我属蛇。下次我去中国找人，争取把咱这属相改。而且我跟你说。”属相这玩意儿那才神叨呢！我亲家母你报属相的算你多大岁数？乃奥米说：“我不在乎我属啥，属猪我不生气，但是因为猪猜出来我64，那我不太开心。我要是看着能像46，你让我数塑料袋就行。”我说改属相这玩意儿也不能改年龄，但是有一些手段可以让你看着年轻一轮。你看我夜也熬着，肤也护着。这 HBN 晚霜我用很久了，抗老的同时特别轻盈温和，感觉皮肤更细腻。HBN 光晚霜就做了2次百人人体功效实测，还录成综艺公开全程，直接看效果。所以温迪第2次来中国就说啥要把属相这事给改了，要求非常强势，第1志愿是龙，第2志愿是虎，不接受调剂。I want to be a dragon。我爸说我不管这事儿，温迪说那我就只能找成龙了。我儿子跟他那么熟，我就直接去问问他，为什么他可以属龙我不能？他能不能帮我改了？ Who do I talk to? Jack Chat。然后跟大白雪说，你赶紧最近就安排我去找他。我就把大白雪拉屋里，我说你妈为啥让你带着她去找成龙啊？你俩很熟啊？大白雪就有点不好意思了，说在这个问题上，我确实在加拿大那边描述的稍微夸张了一点点。我说你一共就见过成龙大哥1面，待了7分钟，照了1张照片，那你在加拿大那边是咋夸张的呢？他也不吱声。后来让我问出来了。爸爸说他跟扎 T 是好兄弟，一起出去吃烧烤什么的。那 T 是真的吗？对呀，我也去了，我也去了。有没有脸皮薄社恐的朋友？我把我的婆婆借你，让你每天社死好几回，肯定能治好。我婆婆快走了，临走跟我说要去雍和宫，她在加拿大就做攻略了，听说这里的开光能给人带来好运，于是我们就去了。到了开光的地方，流程是这样的：开光本身不要钱，但是应该先请一个手串，手串挺贵，你拿着请来的手串再去开光。温迪坚决不买手串，直勾的就去开光，裸开。我说我给他买，他也不买。到了里边排了老长时间的队呀，前边所有人都开的手串，到他这儿了，人家说拿起你手上的东西。温迪一看自己手上只有男婴1枚，二话没说将孙子高举起来，把张拿铁当场开了，当场开了。我说温迪，你给我整老尴尬了。他说开光是免费的，对不对？人家说拿起你手上的东西，没人说一定买串，对不对？那我就把拿铁当成串，有问题吗？我说那他确实倒也是个串，倒也是个串。开光了。然后我们前2天在阳朔坐船，码头买票的时候，温迪就问我咋收费，我说成人全票1.2米到1.5米，儿童票半价。结果上船的时候，检票那儿有个身高线，我都过去了，温迪咔嚓把我薅回来，大声喧哗。张彩玲，你应该买半价票，你只有1.48米。所有人都看我呀，我说温迪你别吵吵了，我就愿意多花那60，行不行？行不行？温迪说，哎呀妈，你钱是大风刮来的，是不是当2天网红飘了？不光坐船，回民宿还被举报了。我们民宿有免费泳池，温迪1天游6遍，这倒也没毛病。但是我们这民宿呢有4栋小楼，每一个楼都有自己的院，每个院都有自己泳池。然后那天下午，民宿老板就给我打电话说，接到群众举报，有一外国女子擅闯人家4号院人自己家包院的游泳池游泳去了。人4号院住的这个山东大家庭，面对这个外来生物也很懵啊。老板就问我说，你们2号院是不是有3外国女的？你知道是哪个不？我说听这个作案方式，我知道是哪个，我去给他逮回来。我去给他逮回来的时候，就跟小时候我妈批评我一样啊，自己家游泳池上别人家游什么游，就看人家的好。我婆婆说4号院泳池下午旁边放水果。我说温迪，一会儿还得去爬山呢，你这么白特别容易晒出晒斑，赶紧涂一点我的修丽可防晒小银伞吧。它跟别的防晒可不一样，高倍防晒还能美白淡斑，肤感特别好，像这样伪素颜出门多方便。然后昨天我们去火锅店吃饭，他看人家别人过生日贼热闹，他也很心动啊，偷摸问我这么办 party 多少钱？我说只要你过生日就不要钱。温迪问我那他咋知道我啥时候过生日？查护照啊？我说不查，谁骗这事儿啊？结果我这一没注意接了个电话，就是这一幕。
还拿了人家3个玩具。人家火锅店小姐姐都看过我视频，说温迪你是4月份生日。温迪说啊，我今年过阴历。我说温迪你咋还知道阴历呢？温迪说我才明白，阴历在英语中叫 Chinese calendar， 就是中国历的意思。他以为他的中国历生日是自己随便选的呢。幸亏他要走了，他如果不走，为了占便宜，他得天天过阴历。他这个月月末就得阴历96岁，回去再见他61岁的老伴儿，那都得阴阳两隔的，阴阳两隔的。走了，还抱着这个豌豆苗的根儿给人打包了，说回家还能长，再过阴历的时候啊，抱过来再涮。我以为今天的主题曲是生日快乐歌呢，没想到其实是把根留住，把根留住。大胖媳妇给我妈气哭了，真的，刚才我妈在医院给我打电话哭诉呢。我听我妈的描述啊，我认为这男的肯定是疯了，不可思议。我再一听大胖媳妇的解释呢，给我气笑了。我妈最近呢来北京复查，来北京了，马上复查了才知道，这次复查它的流程比较繁琐，就是复查的头1天得入院，然后整个复查这个过程都得在医院住着，不能出来。我妈这么一听呢就比较紧张，但当时我又不在北京，家里就她跟大胖媳妇来交流。然后我跟你说哈，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如果他的汉语非常精通，那肯定是没事儿；如果他汉语一句不会，蛮子就跟张大野出国似的，也没事儿。最可怕的是大胖媳妇这种会一点但不多，但又觉得自己会，最容易出事儿。就是那句话，淹死的都是会水的嘛，因为他真敢下呀，真敢下呀。然后我妈这不就心里求关爱嘛，就盯着大胖媳妇。我要住院了。大胖媳妇呢还真听清楚住院这词儿了，但是她听到的是住院 make a wish。于是大胖媳妇非常冷漠的看了我妈一眼，你住吧，阿门阿门。这不孝来的太具体，我妈没反应过来呀。过一会儿我妈屋里溜达一圈，又来找她来了，说那什么，你借我一下你充电器，我要住院了。大胖媳妇呢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妈要离开这个家门这个事儿，跟我妈说你住呗，我就一个充电器，你让我先充完的。给我妈委屈的拎着包自己就住院去，到医院给我打电话哭诉。我看明白了，我是谁呀？咱可不敢麻烦人家。我当时听我妈的描述我就炸了，我寻思大胖媳妇这是要不过了还咋的？我就给大胖媳妇打电话，我说我妈住院，你为啥不能陪一起呢？大胖媳妇很无辜啊，因为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呀，唯物主义者。我妈住院我也不陪，我就不是很相信祈祷这些玩意儿。她还挺有理呢，还跟我说，哎，对了，咱妈挺诡异呀，晚上跟我说要去祈祷，到现在没回来，要不我出去找找吧，是不是信什么邪教了？你说？然后我回来就得领着这个惹事儿的老公去医院赔罪嘛。买的东西带着充电器，还带了秀丽可 AGE 面霜，这面霜我用的特别好，不止30%高浓玻色因，还能抗胶原糖化流失，给我妈送去美美容抗老，气儿能消不老少。去看我妈之前，我这不就带着大胖媳妇还有孩子去给我妈买东西吗？我去楼上买点毛巾牙刷啥的，我就告大胖媳妇在楼下买点补品，然后分头行动。当时哈我就多了个心眼，我让我同事跟着他，我说万一你姐夫又出梗了，你都帮我记下。这个男人他就从来不让我失望啊。5分钟，我同事给我打电话，姐你快下来，姐夫在农贸市场畅聊哲学，还扬言要打造山东。你问他那有人参不？你有燃烧吗？喝完。燃烧，你的燃烧怎么样？晚上怎么样是吧？晚上还行不？你的燃烧长吗？长。你的燃烧从哪儿来？从长白山，东北长白山。我的媳妇东北。喜欢东北啊，喜欢东北。你管他叫山东打造。我要打造山东。可以啊，山东不错是吧？我也打到山东。你好，你把打到山东不错。你只是一个英语老师，你为什么要打造山东？